你看，双层芝麻，酥酥脆脆的，好吃。我们今天要做枣泥锅烧煎饼哦，然后我选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容易成型的方式来做。那我先做枣泥豆沙，我希望大家最好就是自己来炒一个内馅，它很简单。这个红豆呢，不管泡水不泡水，反正你就扔在电锅里面煮，煮到它软就好了，水不要太多。你看我煮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水分的，像煮饭一样，比煮饭水多一点。然后你第一次放1杯水，跳起来焖10分钟以后，你发现它没软，再加1杯水。如果看里面的水量不多，你的内锅里面也补一点水。像我这个红豆，我煮了3次，它才这样子变软，因为我没有泡，所以变软就好了。然后水多没有关系啊，水多的话，因为我们要打的时候要加水。然后我们这2样就是把它打细，然后放到锅里面加油来炒。那我们今天的配比是200克的红枣配200克的豆沙，我们现在已经煮好了，红枣比例可以增加，但是一定要配一点豆沙，要不然它会很泥。那我们这个红枣就是开水把它烫过一下，烫2分钟就好了，就用铁锤敲一下，它这个枣核子就很容易就取出来了。泡个热水的话它比较容易敲，然后另外就是说可以把表皮上面的脏的东西给去掉。混在一起的话，以后会产生很恐怖的事情，你就要在一堆泥里面去找这个籽，要不然被咬到的话，可能会把人家牙给咬崩了。千万不要买去籽的红枣哦，因为你看我去籽很简单啊，不会很难啊。你如果买到去籽的话，它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很难吃，它也不香也不甜，然后味道很怪，所以你不要怕麻烦去买去籽的。你看这样就很容易就剥开来了。然后这个籽你可以拿去煮水喝啊，所以也不会浪费。红枣品质好它的出来的效果比较好。然后做锅饼的话，这个红豆豆沙就很容易炒，你炒的比较稀也没有问题。那你如果做那个酥皮月饼的话，你的豆沙炒的太稀的话，它就没办法包，就要炒干一点。不用到外面买，因为外面的那个豆沙太甜又太油，吃起来不太健康。我还蛮喜欢这种红豆的那个枣泥的锅饼，因为它很简单很快。比如说你有红枣馅啊、豆沙馅放在冰柜里，那你今天包了水饺，剩下的面皮擀一擀就可以做这个红豆锅烧饼了，又快又简单又好吃，所以我超喜欢这一道甜点的。那我们现在就来打咯。这就是我们打好的那个枣泥跟豆沙，它很细。如果你不想连皮一起打的话呢，你豆沙就用洗的，豆沙煮软了以后呢，你就在水里面有一个漏勺，然后用手这样搓，就把那个沙给洗出来，皮就扔了嘛，然后就用过滤袋把那个水挤掉，然后就放到锅里面炒。那加枣泥的话，一个方法是蒸熟以后把皮用手剥掉，那另外一个方法就像我一样，2个混合，用果汁机把它打细。那我这个果汁机可以打得很细，打得吃不到出皮来。然后我是觉得这样的话，我比较喜欢它的营养的完整。那豆沙如果用洗的话，它的口感还是跟那个连皮一起打细的口感还是不大一样，所以可以看个人喜欢，然后你做一个选择，或是每次你都做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试试看，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炒豆沙。那我们需要一点油，油多少其实是看个人不要太多就好了。甚至你不放也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放一点好。那糖呢，因为枣泥是甜的，所以我差不多我估是100克到120克的红冰糖就够了。然后我们做那个甜食的时候就要加少许的盐，那个甜才有厚度，这么少许。好，我们现在先放油，差不多3大匙，然后我们把这个枣泥豆沙给放进来，少许的盐，然后再把冰糖放进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拌炒了。如果你的水分含的比较多，炒的时间就比较久一点，就是这样而已。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没有机器把豆沙打细，我们都是用手这样子
一面炒一面这样碾的，所以粗一点也是无所谓的，都可以吃的，而且都蛮好吃的。那一面炒一面碾，你就知道它有多少水，到炒干真的是炒到那个手都快断了。然后你就这样子不停的搅拌，不能停哦，火不要太大，你能够控制的速度，因为刚炒的人你能够顾，比如说你不能有某一个部分是一直没有翻到的，那你就火不要太大，你就反正慢慢练到熟了以后，你的火就可以慢慢开大了。你看现在是很稀的，这样是没办法用的，我们一直要把水分给它炒干。用不粘锅会比较好炒，因为那个水分多嘛，你如果火太大它会往上喷，火要稍微小一点，然后你拌的速度要快一点，让它不要喷起来，所以你要很注意哦，不要让它烫伤。那现在已经算是很轻松，刚刚含水多的时候呢，它会喷，你看现在它不会喷，而且你现在刮起来，你看会空的，它不会马上合在一起。锅饼呢，它不要很干。这个时候基本上呢，它就差不多可以了。如果你要做豆沙月饼的话，就要再干，要成团，再油多一点，因为它保存时间要久嘛，油多它容易存得久。那我们这个锅饼应该是现吃，它没有什么保存，所以我们就不用很多油，只要一点油就行了。好，你看它现在已经翻起来，它不会流下去，差不多就这样子，比较粘稠就 OK 了。好，我们要熄火咯。那面皮呢，你可以用那个冷水面、半汤面或是烫面，它的口感都不一样。那最简单当然就是冷水面来拌，水分多的话那个面就软，所以新手来讲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我给你固定的分量，然后你就由这个来做，慢慢的你对那个软硬度有感觉了以后呢，你再来调你要的那个，比如说半汤面啊，或者滚水面会比较容易一点。那我今天是用冷水面，那我们这个面皮呢，我们是用62克。如果我做200克，我就可以做4个锅饼。所以如果你不要做这么多的话，你就100克的面粉，然后加62克的水，我们揉一坨面，然后分成4个，我们擀4个小面皮就可以做2个的锅饼。200克的面粉，然后这个是124克的水，那我就一口气把它倒进来。我们先这样子拌，其实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微调，因为面粉的含水量还是有一点差异的，我们不要去揉它。我们在这个程度的时候呢，是我们试这个面团我们软硬度是不是对的时候。我这样一捏下来，这个稍微硬了一点，我可能需要再加一点点的一口水，那我们这个就叫做微调。如果你稀了一点的话，你就加一点面粉，所以都可以调整的，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说一个标准就不能改，因为它的很多的那个外在环境改变，我们就必须要改变。然后这个面呢，你不要太硬了，那太软也不行，所以我们这个软硬度差不多刚好，然后我们再把它揉出筋力来。然后我比较喜欢在平面的桌上揉，从这个地方慢慢的练起来，知道怎么使力去揉这个面，身体的力量下去，你一只手不行，你就2只手来帮助，慢慢的它那个筋力就揉出来了，然后它也变细了。记得这个面揉的时候要转圈，不能只有一个方向。揉这个你如果力量用对的话，应该1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了。如果你的力量没有压下去，你看压下去然后你力量没有透过去的话，只有这样子的话它的筋力出不来，你就要揉很久。你慢慢在你手上，你就会感觉到这个面团变柔软变细，然后差不多就好了。对我来说这200克就很快就可以好了，因为它现在就变得很柔软，你摸起来它很柔软很细，用力的关系，所以表面有点凹凸不平。如果放下我再轻轻的揉，它就很光滑了。主要是我捏起来它很软很细。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一坨呢分成8个，从中间切开，切成2半，然后再中间切开，然后中间切开，就分成8份。然后最好是用磅秤称一下，免得误差太大。39，每一坨给它揉成小小的圆圆的剂子，这样子撒点粉放着，轻轻揉一揉。你看现在醒了一下，你看没有很用力，它都是很光滑的。或是你用这种做面包的方法，这样子揉一揉，
啊。然后我们要用湿布把它盖起来，放30分钟以后再来擀，让它休息一下。我们现在取2个小面团，醒30分钟以后我们来擀。因为什么要做这种方式呢？其实做的方式蛮多种的，你用包子方式包起来，然后擀成圆皮，或是擀一个大张的皮，然后再折起来。那越大张的皮越难做，所以我就选了初学者容易操作的方式。你只要做这么大小的，擀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皮，薄薄的，因为你太厚做出来锅饼不好吃。由这个地方开始练起，因为面食需要日积月累的功夫你才会做得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么大小开始做吧。这么大小也是做那个韭菜盒子的大小，所以你这样做慢慢练，你功力好的时候你再做擀大的就比较容易。润饼皮的做法它就有更多的难度，它比如说你要把那个筋度给拉出来啊，还有那个绕了一个很大的圆饼然后再去折，那很多的技巧。所以我们还是先做就是我们容易上手的方式，然后慢慢的你就去喜欢研究的话，你慢慢再试做其他的方式。我是觉得太薄了哈，吃的那个豆沙有点恶心了，所以我觉得还是稍稍一点点，但是厚薄就是要自己拿捏一下。太厚的话你就觉得哎呀这皮怎么这么厚，你太薄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豆沙吃起来有点太多，所以慢慢你就在这个小皮上面慢慢自己琢磨一下那个皮应该擀到多厚多薄。好，你看我擀熟了的时候我会让它自己转，记得哦粉都不要放太多哦，所以你很熟的时候它就很简单，它就会自己这样子转圆圈。你看这个皮不要太厚，就这么薄。好，放着，我们再来擀另外一个。好，我们这2个圆皮擀好了，粉都不要很多，然后我们用差不多80克到90克的豆沙。然后我们刚炒好的，它现在冷了以后它就变凝结成这样，所以你这个差不多这已经是最干了，你不能再干，所以水分不能炒得再少。我们就开始往这个边刮，由中间往外推，用调羹跟刮板都好，你觉得什么东西方便顺手就行。记得哦，你的边不要抹到哦，把它移到外面一点点，边不要太宽，但是你也不能够没有边，到时候沙漏出来就很麻烦。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把这片皮给它放上来，然后记得哦，这个边一定要压得很确实的压紧，要不然它鼓破的话哈，它的那个内屑跑出来，这个锅就整个饼就变脏了，所以你要把这个压紧。然后我们翻过来再压一次，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上面喷水或是抹点水，表面上给它喷用湿，然后撒那个芝麻，芝麻要厚厚的一层。你看刚水那个里面的气没有用出来，盖时候要记得先把气压出来，压出来以后再压紧，不要让里面有气。然后翻过来再抹一层水，再加芝麻，两边厚厚的芝麻煎出来特别香特别好吃，所以你要记得一定要加芝麻。好，这样就好了。这个锅饼呢，我们可以用油煎，也可以用油炸，也可以不用油就干煎，但是我觉得还是油炸的最好吃。我们就放一些油下去，把这个油呢盖了这个锅的那个整个的面盖住，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锅饼给放下来，用油这样子煎。我没有放满满的油，所以我一面一面的这样子煎它，偷偷看一下哦，看看后面有没有黄啊，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翻啊。这个时候呢可以了，我们来翻过来，你看好，拿起来咯，油滴一下，然后放下来。哇，一切开就有芝麻香。锅饼做好了，你看这个芝麻香啊，好吃啊，真的好吃。这芝麻锅饼超级好吃的，我要吃了。好吃，满嘴的芝麻香，还有枣泥豆沙香，皮酥酥脆脆的。如果你喜欢豆沙多，你可以做多，放到120克，我这只有90克的豆沙，所以看个人哦。
好吃哦，饼皮只要薄薄的，然后双层芝麻，又香又营养，酥酥脆脆的。记得火不要太大，要不然芝麻就焦了。好吃，谢谢大家，请按赞跟订阅，谢谢，拜拜。